天道真的有轮回吗？1638年，76岁的孙承宗与后金的亲王多尔衮狭路相逢。这位即将赴死的老将，如果得知300年后的情形，一定会仰天大笑道：“孙承宗的故事开始于万历32年，41岁的他以进士第2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翰林院，但这个年纪并不算年轻。事实上，孙承宗此前已在科举这条路上蹉跎了10几年，但努力不会被浪费，任何看似无用的努力，总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成为回报。孙承宗当时一边读书，一边到别家当老师授课，换取一些生活收入。他幸运地遇到了2家不错的雇主，一位是北京的御史中丞姜弼，一位是易县兵备道防守使。后来由于防守使升了官，举家搬到了边境，于是邀请孙承宗一起到边境，还聘请他来家里当老师。防守使不会想到，他这一决定为日后的大明朝培养了一个堪比诸葛亮的绝世之才。在边境，孙承宗不仅可以接触到国家大事，还能够了解边防结构以及排兵布阵之法。孙承宗教书之余，还对军事产生浓厚兴趣，喜欢和边关老兵和低级军官喝酒唠嗑，询问一些关于边关防务的问题，慢慢地对边关的军务有所了解。也许是这10几年的蹉跎给了孙承宗不错的耐性，他并不急于立功，只是一味读书讲学，在翰林院这个读书的清闲地方一待又是10几年。在这期间里，孙承宗最大的成就是成为太子的老师，距离在战场上建立功勋还差得很远。但他不着急，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清兵扣关成了当时明朝的重要转折点，也成了孙承宗一生的转折点。天启元年，镇守辽东的熊廷弼被召回朝廷候审，努尔哈赤抓住这个时机发动大战，一举夺得了辽东2个重镇沈阳和辽阳。明军群龙无首，只得退到辽河以西防守。除了熊廷弼，谁还能收拾辽东这个乱子？天启皇帝环顾朝堂，发现无人可用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老迈的文臣站了出来。这年是天启2年，孙承宗已经60岁了。作为一个文臣不算太老，但作为一个武将，却已到了退休的年纪。对于孙承宗来说，他或许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奔赴前线，但既然国家有需要，他就应该上。出征前，明熹宗朱由校领着全体内阁大臣，把孙承宗送到崇文门外。行前，皇帝亲自上方宝剑，这一次他希望老师不负重托，击败努尔哈赤，匡复河山，还帝国一个完整的辽东。此次出征，孙承宗的头衔是蓟辽都师，这是蓟辽2地的最高军事统帅，也是明王朝有史以来地方上最大的军官。到任辽东，这位美髯飘飘的奇男子收拾残兵，整顿军务，奉行实用主义，坚决反对退守和弃城。他发誓总有一天会让嚣张的努尔哈赤吃到苦头。其实孙承宗的战略也并非那么高深莫测，有时候甚至还不登大雅之堂，但他的这些做法却让努尔哈赤一次次伤心欲绝。孙承宗做了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只有2条战术。在努尔哈赤进攻时，孙承宗利用城坚炮利之势消灭他的骑兵，采取坚壁清野的方式，一举切断后金军的粮草。要知道，在关外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，后勤补给是军队要命的事。当努尔哈赤回撤的时候，孙承宗立刻派出多路小股骑兵在后方偷袭，犹如追逐丧家之犬，试图彻底瓦解后金军的斗志。客观讲，孙承宗和努尔哈赤在野外大规模作战的机会并不多。一则孙承宗不给努尔哈赤创造这样的机会，二则孙承宗明白和努尔哈赤玩猫捉耗子的游戏，打消耗战才是获取胜利的不二法门。因为大明国力胜于后金，大明耗得起，后金耗不起。善战者无赫赫之功，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将领。努尔哈赤也没想到，临平走了一个棘手的熊廷弼，又上来一个更狡猾的孙承宗。他修筑的宁锦防线固若金汤，努尔哈赤根本啃不下来，一度想放弃野心，退回老家。只可惜大明朝廷只有在令自己人失望这一点上，从不令人失望。就在孙承宗励精图治，辽东400里沃野尽收眼底，努尔哈赤打算退回赫图老家的时候，明朝内部却出事了。简单说来，就是朝中的党争。天启皇帝为坐稳江山，启用太监魏忠贤，大肆培植党羽。转眼魏忠贤已手眼通天，操控着帝国的权柄，自称9900岁，而他麾下的这帮人亦称阉党。
阉党的对立面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林党。彼时，对抗着阉党的东林党更像一股清流在朝堂上流淌，其中代表人物有杨涟、左光斗等人。就像他的前任熊廷弼一样，这场朝堂上的党争也影响到了远在辽东的孙承宗。为加强权力与东林党抗衡，魏忠贤派自己心腹刘英坤巴结孙承宗。秉性正直的孙承宗却不吃魏忠贤这一套，为此与魏忠贤结下梁子。后来魏忠贤陷害朝廷大臣，将杨涟等人赶出京城。远在冀州的孙承宗得知此事，便想以贺寿为理由进京面圣，当面弹劾魏忠贤的所作所为。魏忠贤赶在孙承宗回来之前，已经成功蛊惑熹宗不让孙承宗回来。魏忠贤还假传圣旨给九门宦官，说如果碰到孙承宗就将其擒拿。路途中，孙承宗接到不许回京的旨意，只好返回辽东。魏忠贤还是不放心，让党羽联合上书诋毁孙承宗，拯救了国家的英雄，转眼间却在朝堂上失去了立足之处。无可奈何之下，孙承宗告老还乡，即便他文武双全，也无力阻挡一个王朝的倾颓。没有良将可用的明朝，面对清廷的步步紧逼，根本无力招架。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至，年迈的孙承宗已然看透，局势已无可阻拦，却仍愿为国尽忠。后来面对皇帝请他出山抗清的请求，孙承宗义无反顾地接受了。虽然当年大败清军的名将已老，但胸中的志气尚存，虽千万人在前一往矣。可惜这次孙承宗没能再次告老，全家34口人皆丧于清兵之手。孙承宗临死之前留下遗言，只要我孙氏还有一人在，就必灭清。这位老将最终以生命为自己忠心的国家殉葬。转眼间近300年的时间过去，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期。当年幸运活下来的孙家后人，世世代代在高阳定居。其中有一个叫孙悦的年轻人，考过秀才，当过僧人，跑去日本留过学。当他回国的时候，正好遇到曹锟和吴佩孚争霸。为了响应孙中山的号召，孙悦决定和旧交冯玉祥密谋策划，囚禁了曹锟。接着又顺应时代的发展，发起了驱赶以溥仪为首的清朝皇室成员的行动，亲自把他们赶出了紫禁城。也许是天命，也许是巧合，原来孙悦就是孙承宗的后人，不禁令人感叹。没想到当年孙承宗的最后一话竟然成真了。